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夜一段史，我是老陈。今晚我们讲老子，他写下了中国历史上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书，字数只有5000，却2500年来，无人能够说清楚它的全部意思。他被后世尊为道家祖师，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被帝王供奉，被文人崇拜，被普通百姓以各种方式祈求庇佑。但有一件事始终没有答案，他去了哪里？紫气从东边升起来的时候，尹喜站在函谷关的城楼上，看见远处有青牛缓缓而来，牛背上坐着一位老人，须发皆白，神色安静，像一片没有重量的云。尹喜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有圣人要经过这道关，他等在关口，恭恭敬敬地拦住了这位老人。老人停下脚步，看着面前这个恳切的目光。尹喜跪下来说：“您这一走，怕是不会再回来了，您总得留点什么吧？”老人沉默了很久，然后在尹喜精心准备的小桌上铺开竹简，蘸上墨，开始写，从白天写到黑夜，从黑夜写到又一个白天。他写满了几十片竹简，写的不多不少，正好5000个字。写完，他站起来，把竹简推到尹喜面前，重新爬上青牛，头也不回地出了关。尹喜跪在那里盯着那堆竹简，一口气从头到尾读完，浑身发抖，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那5000个字。那他后来去了哪里？这个问题2000多年了，你问谁，谁都不知道该怎么答。可有一个更奇怪的问题在前头摆着：老子到底存不存在？这个问题不是拿来搞笑用的。宋朝的学者们吵了快1000年，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答案能让所有人闭嘴。关于老子最早的记录来自司马迁，那段文字写在一本叫做《史记》的书里。在《老子韩非列传》这一章，司马迁只写了几百个字，就这么几百个字里，到处都挂着或曰2个字，意思就是有人说，司马迁说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娥，当过周朝的守藏史之史，就是管国家档案的那个官儿。然后司马迁突然来了一句，或曰有人说老子就是这个人，还有人说老子是太史丹，是周烈王时代冒出来的另一个人物，还有人说老子是老来子，一个楚国人，写过15篇书。你读到这里会感觉到，连司马迁自己都是懵的。他距离老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400年，所有的记录都已经模糊混乱，真假难辨。这不是司马迁失职，是那个时代的烟雾太浓太厚。后世有好多人说司马迁这篇文章写得烂，写得不清楚。但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不是司马迁文笔不行，而是老子这个人，你本来就没办法写清楚。一个写下道可道非常道的人，他自己的形象当然也是不可道的。一个把自己的思想装在5000个字里，却让所有人永远读不完的人，他自己的生平当然也应该是一团迷雾。这本身就是一种充满道家色彩的悖论。那个看清了道的人，注定是无法被后人清晰描述的。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那5000个字是真实的，叫《道德经》或者《老子5000言》，他的思想是完整的，他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至于写下他的那个人有多少是历史，有多少是传说，或许永远都是一个谜。而这个谜本身就像一部道家的寓言，真正的智慧就像老子笔下的水一样润物无声，却从不肯把自己固定在一个能被你抓住的形态里。那老子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这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代。希腊出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印度出了释迦牟尼，中国出了孔子和老子还有墨子。这些巨人几乎都在同一篇文章落笔，用不同的文字追问着同一个问题：人到底应该怎么活？可为什么是那个时代？因为所有原本稳定的东西都在那个时代崩塌的稀里哗啦。在中国，那个崩塌的秩序叫周朝。周朝全盛的时候，建立了一套精密到头发丝的社会体系，
天子在最上头，下面是诸侯，诸侯下面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是士，每一层都有每一层的规矩，每一种行为都有对应的礼仪。所有人看见那个轮子就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所有人都规规矩矩地干活，整个社会像一台涂满了黄油的机器，稳当的听不见一点杂音。可到了春秋时期，这台机器开始卡壳、漏油、冒黑烟。诸侯不满足于自己的那块地了，开始抢别人的地；卿大夫不满足于自己那个位置了，开始盯着诸侯的椅子。弑君的事情发生了，违抗周天子命令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本该守着规矩的人，自己成了拆规矩的人。面对这个局面，孔子的感受是深深的悲哀和愤怒。他说这是礼崩乐坏，是人心的堕落，道德的沦丧。他耗了一辈子跑来跑去，到处讲那些大道理，到处求那些诸侯按他的规矩办事，想用教育和政治把周朝最好的那段秩序重新拧回来。老子看这个世界的眼神完全不同，他不悲哀也不愤怒，他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那个他在守藏室里见过无数次的历史规律慢慢展开，所有的繁荣都在往凋谢走，所有的秩序都在往混乱塌，所有的紧握都会变成一场空。这不是悲剧，他管这叫道。要理解老子，你得先理解他的职业给了他什么。守藏室之史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枯燥无趣，但你要知道，那个收藏室装着什么？装的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能读到的书、能看到的记录、能摸到的历史档案。他是那个时代见过最多文献的人。他不是一个坐在桌角空想抽象问题的学者，他每天跟乱七八糟的历史文件打交道，从夺师的竹简里读出规律。在那些典籍里，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无数王朝哗啦啦地建起来，又哗啦啦地倒下去，看见无数强大的人在最得意的那一刻突然坠入谷底，看见那些用暴力和计谋来操控一切的人如何在时间面前一次次输得精光。他看见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不是任何人规定的，不是任何智力能改变的，它比人类所有造出来的东西都古老，也更根本。他管这个东西叫道。可到底什么是道？你自己翻《道德经》第1章，就那6个字：道可道。非常道，能被你说出来的，就不是那个真正的永恒的道；能被你命名的，就不是那个真正的永恒的名。这句话是整个老子思想体系的地基，也是他和孔子最大的分岔口。孔子相信，人能靠明确的理智和清晰的道德规范干出一套稳定有序的社会。老子相信，任何想靠明确规则来控制世界的努力，最后都会落得一场空。因为真正的道根本没有形状，不可能被你那些规定死死框住。这两种活在完全不同的逻辑里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的洛阳城发生了最激烈的一次碰撞。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最著名的那场会面孔子见老子。你可以试着想象那个画面，一个满腔热血相信靠道理和礼节能拯救天下的壮年学者，穿过洛河边歪歪扭扭的小巷，去拜访一个在档案库里沉默了一辈子的老头。孔子那时候正处在人生最激昂的阶段，到处跑着说服诸侯采用他那套政治主张。他见到了老子，老子跟他说了什么呢？史记里记下了老子对孔子说的那番话：子所言者，其人于古，皆已朽矣。读其言在耳。你看看你说的那些圣贤，早都死透了，骨头都快化到土里了，只剩下他们的话还在空气里飘。而且一个真正的君子，时运来了就出来干点事儿，时运没来就像风里的草一样自己飘着走。我听说会做买卖的商人把财货藏得很深，表面上看着像什么都没有。一个有德行的君子，表面上看着像个木头疙瘩，可里面的东西比谁都充实。把你那些张扬劲儿，那些没完没了的欲望，那些矫情的表情和那些大的没边的志向通通丢掉吧，那些东西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孔子听完之后回去了，回去以后跟学生们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被各种版本的典籍翻来覆去的记着，成了描述老子最著名的评语：
他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轮，飞者可以为文。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游龙邪。”鸟在天上飞，我知道它怎么飞；鱼在水里游，我知道它怎么游；兽在地上跑，我知道它怎么跑。跑的可以用网抓，游的可以用线钓，飞的可以用箭射。可龙呢？我不知道龙是什么东西，它乘着风云往天上飞，我根本抓不住它。我今天见到了老子，他就像那条龙。孔子的感叹不是客套话，是一种真实的震惊。老子身上有某种东西，是孔子那个时代任何一套框架都装不下的。那是什么？那是一种彻底到不能再彻底的放下。孔子一辈子都在努力好好干事儿，努力改变世界，努力说服更多人接受他认为对的东西。他有强烈的使命感，有紧迫的入世愿望，有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硬骨头。老子身上呢，这些东西一个都没有，不是因为他不在乎这个世界，是因为他在那些竹简里看见的东西，让他对任何形式的执着都产生了很深很深的怀疑。他见过太多人努力，太多人奔走，太多人想按自己的意思扭转世界的方向，然后他看见了那些努力交出来的成果，往往跟那个人想的一点对不上号。这就是老子全部思考的底色，也是他最后选择掉头就走的底层逻辑。但谈那场离开之前，我们得认认真真看一看那5000个字，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全部。那句叫"如果你真要问，就看这个"的回答。老子出了函谷关以后，写了《道德经》，也被人叫做老子5000言。它分上下两册，上册叫《道经》，下册叫《德经》。它是中国历史上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一本书，翻译版本比1000种还要多，全世界被人翻得最多的书里，除了圣经就是它。它是历代皇帝办公桌边上的读物，是道家和道教最核心的那本经典，也是无数普通人在生活碰到死结的时候翻开找答案的那本书。2500年了，解读这些字的书多得像海一样，从汉代到现代，从中国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没有一本解读敢说自己把它的意思说透了。但有那么几条核心的线，不管哪个时代的哪一派的解读都绕不过去。第一条关于道的本源，道是天地万物最根本的东西，是万物的源头，也是万物的归处。它发生在天地之前，比所有的神明都古老。它没有形状，没有名字，没有你能用胳膊抱住的形态，可它哪里都在，万物都在它那儿看不见的河床里运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出那个原始混沌叫一，那个混沌分出阴和阳，叫二阴和阳交汇冲撞，融合带出了第三种力量，叫三。然后万物都从这里面钻了出来。这个宇宙是怎么蹦出来的解释，比同时代大多数文化的类似描述都更抽象，也更绝。它不靠任何神明的想法，不靠任何人格化的力量，就是纯粹的、自然的、自己长出来的过程。第二条关于无为，这个词是整本《道德经》里最容易让人走错路的字眼。好多人一听无为就想成啥都不干，觉得这是消极，是逃避，是混日子拉倒。这对老子说的无为是为而不争，是无为而无不为。它指的是一种顺着事物自然纹路行动的做法，不硬掰，不逆着干，不用人力去扭那个流向。他拿水来打比方，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全天下没有比水更软的东西，可要攻克那些又硬又脆的东西。没谁能比得上水，水不跟你争，它顺势流，碰到大石头就绕开，可它最终能凿穿石头，填平大海，把什么都包进自己怀里。这不是软弱，是一种比硬碰硬高级得多的力量。第三条关于反者道之动，老子从历史和自然里发现了一个规律：东西一旦走到底，
就会往反方向翻回去，满到顶了就要漏，盛到头了就要摔，挤得太紧了就会弹回去。这不是丧气哲学，是诚实到骨子里的描述。他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弯的反而能保全，曲的反而能伸直，低的反而能装满，旧的反而能变新，少的反而能得到，多的反而会迷惑。他说知足者富，知道满足的人才是真正的有钱人。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求学问是每天往口袋里加东西，求道是每天往外扔东西，扔了又扔，扔到不能再扔了，你就到了无为的境界，你跟万物的节奏同频了。你不需要刻意作为，这三条线连在一起，就是《道德经》最实在的骨架。但这本书的伟大，不是他列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不是写了一串严丝合缝的论证，它更像诗，像那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碎碎念。每一句话都能从好几个方向去拆，都能在不同处境里给出不同的意思。这不是那5000个字太模糊，是那股智慧太深了。一个真正深的思想，一定可以被不同时代、不同处境、不同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翻开。那些只能读出一种意思的思想，往往薄得像张纸。老子把他用一辈子观察和思考换来的对宇宙和人生的根本理解，塞进了5000个字里，然后他交出这5000个字，爬上青牛，头也不回地往西走了。这就是函谷关那个故事最为人熟知的版本，也是老子一生里最像一幅画的一幕。无论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后人的想象，那道关口，那个守关的老尹喜，那匹慢吞吞的青牛，那根修长的竹竿，在深夜微光的油灯下慢慢写下去的手。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里被抄了2000多年，变成了无数幅画、无数首诗、无数出戏的素材。它构成了中国文明记忆里最安静的意象之一。可在这个故事最不起眼的地方，压着一个极要紧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走？是什么让一个在周朝守藏室里蹲了几十年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决定彻底丢掉他的职位，丢掉他在洛阳积累了一辈子的一切，踏上一段谁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旅程？我们要回到那个时代的现实中去。老子晚年时的周朝已经烂到了什么程度？周天子的威望早就名存实亡了，各路诸侯没人把周天子的命令当回事儿，他们之间的战火烧到眼前，周天子管不了，他们之间盟约签了大堆，周天子也插不上嘴。洛阳宫里头还在支撑着那些繁琐的礼仪，还在按规矩办各种祭祀和仪式，可所有人都清楚，那套礼仪早就被人掏空了，那些仪式已经变成了表演。那个曾经装满信仰的外壳，里面什么沉甸甸的东西都没剩下。老子在守藏室里，每天跟历史文献见面，每天也见那些从各国来的使节、学者、文人，他们嘴里带过来的消息比任何竹简都更直接地反映着世界的真实情况。他见过孔子，跟孔子聊过天，那次会面之后，他大概更清楚地看到了一件事：孔子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最有热忱、最有见识的人之一。但孔子忙了一辈子，也没能真正把自己那套主张塞进哪个国家的日常运转里。不是孔子不肯花力气，是那个时代的问题已经无法靠任何一套制度或者思想来修复了。那是一种深入骨髓、全面结构性的倒塌。下面的人还活着，但支柱已经空了。老子比孔子冷静，也比孔子悲观，或者也可以说他比孔子清醒。他的收藏室里摞着周朝几百年的档案，里面塞满了证据，支撑着他那个盛极必衰、满意则亏的判断。一个文明，当他走到某个阶段，精英们已经从根本上搞不清问题出在哪儿，他的制度已经被铸得只剩一层壳，人心已经散得没剩几个人还真正在乎那套秩序的时候，那个文明就进了他衰败的最终阶段。老子不需要等到他完全塌下来，他已经看见了那个走向孔子的选择是留下来。
在那个崩塌的过程中，拼命用自己的力气去延缓坍塌的速度，用自己的声音去留住一点点人们对规矩和道义的记忆。这是一种极为悲壮的选择，也是孔子那个性格里必然会做出的选择。老子的选择是走，他的走不是逃跑，不是绝望，是一种跟他整个思想体系完全一致的行动顺应，顺着那个时代的走向，顺着那个他理解成道的运行，他不试图强行改变，他不把自己的力气用去对抗一堵根本推不倒的墙。他走是因为留下来已经没有意义了，是因为那5000个字已经把该说的都说完了，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真想懂的人不需要他处在那里继续解释，不想懂的人他处在那里解释1万年也没用。这就是《道德经》里那个核心思想最极端的实践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他把所有该说的话减到了5000个字，然后他把自己也从这个世界的大棋盘上彻底删掉了。那他到底去了哪里？这个问题在历史上留下了好几个主要的答案，每一个都值得坐下来看一眼。第一个答案，他死在西去的路上了。这是个最平淡但也最符合常规历史逻辑的答案。一个老人家骑着一头牛走进了那个在乱世里对中原人来说既陌生又危险的西域，走半道上走了，再正常不过。那个时代，函谷关以西是秦国，秦国再往西是戎狄的地盘，是一大片茫茫的荒野。如果老子真的死在那里了，没有人知道，没有记录，他的骨头也许就这么化在黄土里，跟那片地融成了一体，归于道，归于无。这个答案如果是真的，会有一种完整的美感，顺其自然，归于本源，与他整个思想天衣无缝地贴在了一起。第二个答案来自汉朝的一部书，叫《列仙传》。在那里，老子有了一个更带仙气的版本。老子往西走了很久很远，最终走到了流沙之地，差不多就是今天的西北荒漠。他在那里脱下了凡人的躯体，得道成仙，不再以血肉之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以某种超越肉体的方式永远活在道里。这个答案是后来太上老君这个神位的基础，也是道教把老子从一个人抬成神的关键一笔。在这个版本的逻辑里，老子不是死掉了，是靠着修道跳过了生死这道门槛，成了永恒的神。这个答案背后藏着对那5000个字所暗示可能性的最大胆的想象力。如果道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如果一个真正理解了道的人能与道合一，那么他是不是也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第三个答案争议最大，也是在国际上引起最多讨论的，老子一路走到印度，化成了佛陀，或者当了佛陀的老师。这个说法出自东汉时期的一部《老子画胡经》，那是佛教刚刚大量传入中国的时候，道教的人想抵制佛教的影响，就写了这么一本书来强调老子比佛陀更早，说老子出了函谷关，到了天竺，也就是印度，教化了当地的人。佛陀的教义本质上就是老子思想的变体。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老子的年代和释迦牟尼几乎叠在一起，比谁早比谁晚根本对不上。而且这个故事明显带着强烈的现实目的，是道教和佛教之间抢文化主导权的产物，算不上真实的历史记录。可这个说法能流传这么久，是因为它点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文化现象。道家和早期的佛家思想之间确实有一些让人想不到的相似之处，都告诉你要放下欲望，都讲某个意义上的无执，都有一种对着终极存在追问的习惯。这种相似不用靠画胡经这种荒诞剧情来解释，不同的文明独立生出相似的思想不是不可能的事，但相似本身是真实的。第四个答案是一些现代学者慢慢拢出来的。老子最后在秦国的某个地方安了家，静静地度过了晚年，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里慢慢老去死去。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一些关于老子的侧面记载，加上对那个时代政治跟地理情况的考证，秦国当时还算相对安定，而且秦国的统治者在各种思想面前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姿态，
一个不想卷进是非圈的老人选那里度过最后的日子是完全合理的。这个答案最没有戏剧性，却也许离真实的生活最贴近。但是所有这些答案都有一个共同的命门，他们都在拼命回答他去了哪里这个问题，但都没有碰到那个更深的问题。他离开这件事本身意味着什么？老子留下的那5000个字，在他走之后的2500年里一直在发酵，一直在长，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偷偷改变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这种影响很轻很飘，越安静越深，话越少越重。孔子的影响是看得见的，带制度的，靠成体系的教育，靠读完儒经要背，靠科举入场券的强制传播扎进人心。几千年了，每个接受过汉字教育的人都被儒家那个框架塑过形。老子的影响是看不见的，自己渗进来的，说不清在哪里，但你回头一看，他哪里都在。他在文人画的那一大片留白里，在苏州园林那些一转弯就冒出来的小景里，在中国人对待生活那种难得糊涂的智慧里，在无数人在面对困境时那种随他去吧的从容里。历代皇帝把《道德经》放在办公桌角上，因为那里面有治国的路子；道教的修炼者把它当成修仙的指南，因为上面有超越的办法；文人们把它当成精神上的避风港。在官场栽了跟头，在人生走到窄巷的时候翻开它，在那些古老的字里找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确实管用的安慰。这种又广又深的影响，不是因为这5000个字给出了什么现成的能直接套的答案，是因为它给了一个更根本的角度，转换一种在任何处境下都可以拿来用的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当你摔了跟头，被失败摁住的时候，道德经告诉你，曲则全弯过来，也许就保全了。失去的不一定是失去，弯着的不一定是退步。那些看着像失败的东西，也许是在为后面更大的圆满留出余地。当你面对对手被压力顶住的时候，道德经告诉你，上善若水，最高的善像水一样。水对万物都有好处，但不跟任何人争，它总往别人不要的低处流，所以它最接近道不争，不是怂，是一种更高级的策略，是走在那股最根本的力量里面的姿态。当你面对人生里没完没了的无常，道德经告诉你，为而不争，为而不有，功成而弗居，做该做的事，但不要死抓着拥有不放。干成了之后转身就撤，别杵在那里等着别人给你鼓掌，这才是跟道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最后这一条，也许是老子用自己的离开做出的最彻底的一次实践，功成而弗居。他留下了那5000个字，那5000个字就是他的功，他的贡献，他对这个世界全部的给予，然后他走，不留恋，不试图控制那5000个字以后的命运，任由后人去读、去懂、去误解和填补，任由那些文字在漫长的时间里自己长出自己的命运。这不是遗弃，是最彻底的放下。中国传统文化里有2句话正好用来描述老子这种状态，就是《道德经》最后一章的最后2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的道路是给东西，但不伤害谁；圣人的道路是做事，但不跟谁争。这2句话放在全书的结尾，放在老子即将离开的那个时刻，有一种让人鼻子发酸的意味。他故意把它们放在最后，也许就是在交代这是他一辈子的最后一句嘱咐，也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然后安安静静地离开。那他到底去了哪里呢？也许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不该有一个固定到名字里的答案。一个写下道可道非常道的人，他自己最终的去向当然也是不可道的。一个写下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的人，他自己的人生当然也不愿意被任何人记成一本详细的流水账。他的消失就是他思想的最完整的一次放映。他在那5000个字里说了，别执着，别争，别想控制一切，顺着流走，回到自然里去。然后他用自己的离去把这句话讲到了最彻底。你追着他问他到底去了哪里，他会轻轻摇头，
你怎么还在问这个？你没有读那5000个字吗？他去了道里去了，那个没办法被定义、没办法被追踪、没办法被确认的地方，去了一切的源头和一切的归处。也许这才是那个问题唯一不算答案的答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留下的那些东西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这5000个字。2500年了，被一代又一代的人翻开，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以各自的方式读着，用着被翻译成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语言，在每个角落、每个时代，给那些需要它的人提供一种说不清楚但真实存在的光。这就是老子的道，也是他用离开的方式给出的最终回答。真正的存在不是肉体的逗留，而是那种说不清在哪儿却真实存在，永远不会消失的影响。水从来不告诉你它要去哪里，它只是流过山谷，流过平原，流入大海，蒸腾成云，化成雨，又回到山谷。它哪儿都在，可没有哪个容器能把它固定住。它永远在动，永远在给，永远不争，永远不停。老子就是那种水流过了历史，流过了2500年的文明，流进了无数人的心里，然后继续流。那匹青牛走到了哪里？那条向西的路通向何方？那个须发洁白的老人最终在哪一片土地上化成了尘土？你可能永远都找不到那串确切的坐标。但有一件事儿，每一个翻开那5000个字的人心里都会泛起来一种模糊却真实的知觉。他没有走远，他一直在那里，在那些字的夹缝里，在那些字指向的超越文字本身的那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坐着，等着那些真正想懂的人慢慢地走近，慢慢地听懂那个无声的声音。道可道非常道，他去的那个地方说出来就不是了，就让他留在那个说不出来的地方里吧。函谷关的风吹了2500年，那道关口还在，那条向西的路还在，可那个骑着青牛的身影早就消失在历史最深处的那片光里了。我们一遍遍地追问他去了哪里，也许只是在拿我们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去碰一个我们暂时还拐不过弯来的真相。而那个真相就像那5000个字一样，每一次读都会读出一点完全不同的东西，每一次合上书页都会觉得还远远没有读完，还有更深的角落没有走到，也许这就够了。这就是老子留下那5000个字然后转身的全部意义。你呢？你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什么都不想跟这个世界解释了，只想骑上你的牛往西走，把你想逃掉的那件事悄悄写在下面？晚安，风还在吹。